各位朋友，來開一支整體功能很完整，但現在售價卻蠻甜的高階手機，來自 vivo 的 X300 FE。vivo 的 X300 FE 是一款搭載高通 Snapdragon 8 Gen 5的4旗艦定位手機，並且擁有非常可玩的相機系統。你想要的話，甚至還可以外掛增距鏡。那這些都不稀奇，真正的重點是，我最近發現 X300 FE 居然已經降到16000、17000。在記憶體大漲的時代，現在這個價格真的是挺有料的，非常值得來開一下。嗨，歡迎回來，我是驢子。我們今天就直切重點。今年的 vivo X300 FE 最大的看點就是 vivo 居然再次下放了外掛蔡司增距鏡設計。所以沒錯，只要裝上這個 X300 FE 的專屬攝影保護殼，卡上鏡頭轉接環，就可以裝上新一代體積明顯縮小的 vivo 蔡司增距鏡 Gen 2。整個辨識性和手感都會比過往更好。剛好前陣子要東京出差，所以我們就直接帶到了迪士尼實展。其實非常難拍的夜間遊行，我們稍後來看。那身為 vivo 的 FE 系列，今年的 X300 FE 本身在周圍功能上也是該有的都有，包括搭載了高通新一代的 Snapdragon 8 Gen 5處理器，搭配上6500毫安時的大電池，甚至也支援了大家敲碗已久的一卡通功能。不管是搭公車、搭捷運，還是路邊買販賣機都很方便。總之，究竟 vivo X300 FE 的實際表現如何呢？我們就一起來看吧。我們還是先從外觀設計看起。今年的 vivo X300 FE 很明顯，整個外觀設計大改。從大家習慣了直視鏡頭模組，換成了橫向設計的相機 bar， 並且在不同角度之下，可以看到 vivo 在背蓋做了光影處理。比較值得一提的是，相較起過往的 FE， 在外觀上會更偏向中高階產品，但這次 vivo 在鏡頭模組其實加了非常多的細節，比如說模組邊緣跟機身背蓋是一體成型的曲面延伸。那在鏡頭模組的周圍 ，vivo 還加上了整圈的鑽石切割工藝，去帶出金屬的高亮，勾出鏡組的邊緣，所以細節是夠的。但是這個橫向的相機 bar， 老實說，第一次上手還是需要習慣一下。但整體來說，這次明顯更有 S 系列該有的精緻感。對了，採用橫向相機模組設計的最大優點，就是放在桌上沒有蹺蹺板效應，就算是放在桌上用手機，也完全不會晃，穩到不行。話說這次的攝影殼很好看耶，你等我把這個攝影殼背蓋裝上去，是不是乾乾淨淨、簡練很多？而且這個雙材質的分區設計，也讓整隻手機的視覺重心更加平衡。那既然都說到攝影殼了，沒錯 ，vivo 這次再度下放了外掛增距鏡的特異功能，應該是目前市場上的首例。一路從超旗艦定位的 X300 Ultra， 然後 X300 Pro、X300 以及輕旗艦 X300 FE， 整個 S 系列全部都能做到外掛200mm 增距鏡的附加功能。那我們就看回 X300 FE 的攝影殼本體，我認真覺得這次的攝影殼是真的設計的蠻好的。除了外觀本身好看之外，右側的這些刻紋不是單純的裝飾，而是具有指滑效果的哦。所以不管你是直着拿還是橫着拿，握持手感都會更穩。對了，這個殼本身這次是有單賣的，所以如果你單純覺得好看，也可以買來當成一般保護殼使用。比較有趣的是，因為鏡頭改成橫向排列嘛，所以 vivo 也重新設計了外掛方法，它變成了這樣的方形卡扣模組。所以與其叫做轉接環，它其實是轉接塊。那它後面是有滑軌卡扣的，所以我只要像這樣輕輕滑入鏡頭模組，你聽，它就會咔一聲自動扣上。我們再一次。是不是很療癒？那要拿下來也很簡單，按住釋放按鈕，輕輕往左一抽，整個模組就下來了。我覺得這次的設計明顯比過往都好，而且對新手很友善，非常直覺。而且這個滑塊的設計，它其實讓整個模組扣得更穩了，所以穩定性也有所提升，算是橫向設計沒想到的小亮點之一啊。OK， 那裝上來之後，右邊這個轉接環就可以搭配 vivo 的 2.35 倍增距鏡使用。那目前 vivo 總共有2款 2.35 倍的增距鏡，我左手邊這支黑色的是 vivo 先前推出的第一代 2.35 倍蔡司增距鏡，那包括像是 X200 Ultra、X300、X300 Pro 發表的時候都是這一支，而右邊的這一支則是今年全新推出的 vivo 蔡司增距鏡 Gen 2。
那這兩支增距鏡在主要規格上是完全相同的，兩支都是 2.35 倍增距鏡，所以接上去之後都是200mm， 也就是大約 8.3 倍的望遠規格。對於拍一般的小活動、看表演、拍孩子的成果發表會等等，都已經非常夠用了。那舊版和新版最主要的差別就是你看，新的蔡司增距鏡 Gen 2明顯縮小了一截，整體會更容易攜帶，握持的時候也不需要這麼大一管，所以官方也叫它口紅增距鏡。接着我們打開相機，進入增距鏡模式，你看系統就會請你選你是第一代的 2.35 還是 Gen 2第二代的口紅 2.35。所以統整一下，不管新舊 X300F1 兩支都可以用，所以你可以去收舊款的，價格會比較親民，體積稍大。那也可以直上新款的，體積縮小，但相對的，因為光路跟模具經過重新設計，目前售價肯定會來得更高一些，可以根據需求跟預算去做選擇。那還有3點補充：第一，這次的轉接環都沒有遮擋到鏡頭，所以就算平常這樣裝着，也不會影響拍攝。第二 ，X300F1 沒有手把的設計，但這點對我來說不影響，因為之前裝了手把後，增距鏡反而更容易晃，所以其實用不太到。最後一個小細節是 ，Vivo 居然也在轉接環也加上了尊榮的蔡司 logo， 讓你不會擋到風采。最後外觀上我講3個重點就好。首先 ，X300F1 同樣通過了 IP68 以及 IP69 防塵防水。第二 ，X300F1 同樣給了紅外線模組。用手機就可以開電視、關冷氣，非常實用。最後 ，X300F1 同樣採用了雙面雙實體 SIM 卡的設計，並且同步支援的 eSIM， 出國更實用。那重點是 ，Vivo 這次也帶來了非常實用的一卡通功能。現在只要打開 Google 錢包，然後選擇 iPass， 就可以快速新增一卡通了。盒裝上 ，Vivo 同樣全給，提供包括最高90瓦的充電組，螢幕表面已經先貼好了保護貼，也有隨附保護殼。打開來就有基本防護。接着，我們就直接進入到這次 Vivo X300F1 最大的看點之一——相機。這次 X300F1 雖然改成了橫向相機 bar 的設計，但整體鏡組配置基本與過往相同，包括採用了 1.56 分之1寸 Sony IMX921 5000萬畫素主鏡頭。再搭配上這次的重點，5000萬畫素 1.95 分之1寸 Sony IMX882 3倍光學長焦鏡頭，那增距鏡就是接在這一顆上面。那可惜的還是超廣角，這次同樣只給了800萬。不過有趣的是 ，X300F1 同樣採用了多組閃光燈的設計，系統會自動偵測焦段以及當下的場景，在柔光燈珠、聚光燈珠以及混合燈珠，總共3種模式自動切換。好，規格我們先講到這裡，我們直接進入到實拍環節。那趁着這次到東京出差，我也順手帶着 X300F1 直接實戰，比演唱會還難拍的東京迪士尼夜間遊行。那它難的地方就在於，迪士尼為了讓花車的 LED 燈效完美演出，它會關掉全部的路燈，所以現場絕對比演唱會還暗。而且遊行的行進速度其實非常快，花車開得很快，角色走得很快。重點是，你們有在現場看過的話，就會知道公主們都非常熱情，動得非常快啊。那其實要拿 X300F1 來拍，我個人當下還是有點糾結的啊。畢竟大家都知道，我手上什麼沒有，手機最多，唯有 X300 Ultra 或 X300 Pro。真的要把難得的遊行交給 X300F1 嗎？那事實證明，用手機攝影，你還真的可以相信 Vivo。雖然說 X300F1 的底的確沒有 Pro 跟 Ultra 大，畫素也沒有 Pro 跟 Ultra 高，但你看，在蔡司增距鏡的加持下，不管是要拿來拍人物特寫，或是拿來拍景，還是很能拍的。增距鏡果然是作弊級的神器。那還是要講清楚，目前我玩下來 ，X300F1 搭配增距鏡，在低光下的極限大概就是2到300mm 左右。所以你要拍超遠的畫面，比如說我有挑戰迪士尼海洋的夜間演出，要到800mm， 也就是30倍以上才能拍到半身。那這種極端場景之下，拿來放社群看縮圖是 OK 的，但是扛不住放大。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超長焦需求，那可以裝增距鏡 Ultra 的 X300 Ultra 才會是你的首選。那唯一要提醒的是 ，Vivo 的相機模式是非常豐富的，所以在接上增距鏡要拍人物動來动去的畫面，像是演唱會、夜間遊行的時候，要記得選擇舞台模式。那這樣系統就會自動調整成適合抓拍的參數，不會受到夜景模式的干擾。
那不得不說 ，vivo 這幾代的夜間演算法是真的越來越強了。以前拍夜景模式的時候，通常會希望人物盡可能完全不要動，要不然最終成品多少會有模糊。但你看 X300F1，畫面上的 C3PO 其實一直偷偷在亂動，那我照樣按夜景模式給它截取，你看很強吧 ？vivo 很準確的抽掉模糊的畫面，給出清晰的結果。那再更極端一點，我們來拍這隻機器人，超級好動，我同樣用全自動模式，什麼都不調，居然成功了。真的有點東西啊 ，vivo。除此之外 ，X300F1 同樣繼承了 vivo 在攝影上非常豐富的可玩性。比如說，同樣內建了 vivo 經典的4種特調風格，包括黑白、質感、鮮明、自然4檔，可以根據自己對於色彩的喜好或是當下的環境，在右下角快速調整。比較有趣的是，因為現在 vivo 的攝影模式實在太多了，基本上你想得到的它都有。所以從前陣子開始 ，vivo 就不斷在做使用邏輯的整合。比如說你是拍風景為主的話 ，vivo 就把所有風景功能都整合到風景與夜景模式當中。像是大家熟悉的長曝光模式、拍水、拍車軌、拍煙火、拍星軌，又或是 AI 風格的風景照也被整合到了這裡。目前主要有晨曦、晴空、暮霞、夜幕、水墨5種模式。可以直接在手機裡植出一些趣味的社群照片。那在拍攝完成之後，系統就會馬上開始運算。那如果你專門玩 AI 生成，那 vivo 也直接開了一個獨立的 AI 創作模式。那這功能就說了，像是基本的動漫風、賽博朋克、粉彩、水墨、煙火、水下、沙丘等等。那拍人的話，也有旅拍人像、風行人像這些有趣玩法。反正 vivo 嘛，幾乎是把攝影相關的數值都點滿了。不管是喜歡傳統攝影，或是喜歡玩創意攝影，只要是喜歡攝影的朋友 ，vivo 的可玩性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除此之外 ，vivo 也有一系列好用的 AI 圖像編輯功能。比如說，你覺得這張阿拉丁的臉剛好沒有光，有點暗，新手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AI 修圖裡面的 AI 調色。那你就可以左右滑動調整鮮明度，上下調整曝光。稍微拉一下就會好蠻多的。又或是你在拍風景的時候，結果一直有路人經過，那不用擔心，我們直接進到 AI 消除，然後選擇路人消除。你看 AI 就幫你把所有人圈起來，然後按全部消除，完成。那包括經典的 AI 超高解析度、AI 擴圖等等 ，X300F1 同樣能用。最後 ，X300F1 的這顆3倍長焦同樣支援長焦微距的功能。我這邊也提供幾組樣張跟大家分享。後來我去新加坡出差，忍不住要拿出来繼續拍。我必須很老實的說，在記憶體高漲的時代，看到 X300F1 現在通入空機只要16000上下的售價，搭配上這個攝影的可玩性，真的是挺有料的。而在錄影部分 ，X300F1 同樣支援主鏡頭最高 4K 120fps 或是 8K 30fps 的錄影規格，在 4K 60fps 之下，同樣可以做到主鏡頭跟長焦鏡頭的連續變焦。那因為超廣角是800萬，所以最高只能錄制 1080p。好了，這次在節目的最後，我們同樣準備了同級的 X200F1、Google Pixel 10，並且也稍微越級來跟 iPhone 17 Pro Max、X300 Pro 進行樣張對比。大家要記得看到最後，不要錯過了。而在效能上，既然身為 vivo 的輕旗艦，在硬體規格上還是該有的都有。X300F1 在處理器上採用的就是高通新一代的次旗艦作品 Snapdragon 8 Gen 5，幫你手上的版本搭載的是 LPDDR5X Ultra 12GB 的 RAM 以及 UFS 4.1 512GB 的儲存空間。那這次的效能實測 ，vivo 同樣準備了台灣版以及台灣正式韌體，讓我們進行實測，交代清楚，大家自己斟酌。首先，我們來測 CPU 表現。那經過我們實測 ，X300F1 這次採用的 Snapdragon 8 Gen 5，基本上就是介於上一代旗艦的8 Elite 以及最新一代旗艦8 Elite Gen 5之間的表現。在 Geekbench 6單核效能中，大約比8 Elite 強了 26.2%， 所以單核效能的提升蠻有感，而且是很強的。日常整體使用非常流暢。而在多核效能上，就跟8 Elite 比較接近了。
但還是有 3.5% 左右的效能提升。那如果是對比上一代的 X200 F1，那提升就非常有感了。今年的 A-Gen 5其實效能輸出是很強勁的，在單核效能上來到了 1.42 倍，多核更是進一步來到 1.44 倍的提升，完全不是同一個級距的產品了。整體來說，這一代的高通 A-Gen 5不再只是中高階效能，而是真的對得起次旗艦的定位。而在 GPU 表現上，我們同樣來測 3D Mark未來 Extreme。經過實測 ，X300 F1 的 A-Gen 5在 GPU 效能釋放上略為保守，在效能模式下，最終拿下4620分。所以可以看到，高通的刀法還是非常精準的。在 CPU 這邊，它給你介於8 Elite 到8 Elite Gen 5之間的旗艦級 CPU 效能，讓你在日常使用、日常遊戲足夠流暢。但是在目前相對溢出的 GPU 效能上，整體就趨向務實，給你介於 A-Gen 2到 A-Gen 3之間的表現。不過，對比上一代 X200 F1 的話，這代大約有 5% 左右的效能提升。好，看完理論效能之後，我們直接進入到效能實測環節，室溫也控制在26度左右。首先來暖暖身子，來測原神須彌。經過我們實測 ，X300 F1 在更吃 CPU 效能的原神最高畫質連續遊玩30分鐘之後，同樣可以達到幾乎全程順跑的 59.9 FPS， 並且機身也就是溫溫的，正反兩面都不超過40度。1% low 甚至有 45.8 FPS， 並且平均功耗也只有 4.23 瓦，所以體驗是非常不錯的。我們也同樣對比上一代，大概就能跑出平均 53.5 FPS， 1% low 只有 21.1， 重點是平均功耗已經來到了 5.1 瓦，所以整體來說 ，X300 F1 的高通 A-Gen 5表現的確不錯，平均幀數提升了 12%， 1% low 大幅提升，來到了 2.17 倍。那不止明顯跑得更好，還順便省了 17% 的電。接着我們來測 loading 更重的崩鐵，同樣在崩鐵最高畫質連續玩半小時之後，可以看到 loading 就比較大了，平均幀數落在 54.1 FPS。那可以看到前15分鐘都可以穩定滿幀，而後半段溫度上來之後，大概就穩在50 FPS 上下順跑。機身表面也就是41度上下，溫控還是相對保守。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X300 F1 作為旗艦系列的一員，同樣支援了旁路充電功能，遊戲時就可以繞過電池，直接對主板供電，降低發熱，也延長電池壽命。而在續航部分 ，X300 F1 在 6.3 英寸的機身當中，依舊塞了6500毫安時的超大電池。經過邦尼實測，在 Full HD Plus 120Hz 动態更新率模式中，拿下了16小時13分的表現，所以一天一充是沒有問題的，並且 6.3 英寸居然可以做到16小時，表現算很不錯。而在充電表現上 ，X300 F1 支援最高90瓦的有線以及40瓦的無線快充。經過邦尼實測，我們透過原廠隨附的90瓦充電組 ，X300 F1 只需要30分鐘就可以充60%，完整充滿也只需要51分鐘，速度很快。而在生物安全辨識上，驚喜的是 ，vivo 居然給了超聲波指紋辨識模組，解鎖位置靠上，速度夠快也順手。另外還支援臉部辨識，解鎖也非常快。通訊上，經過我們實測 ，eSIM、WiFi 7、Google Wallet、一卡通、門禁卡全部都有，全部都給。那先前 vivo 好用的裝置串聯功能，像是電腦串聯、Mac 串聯，這些跟着 OriginOS 同步登場的好用功能 ，X300 F1 同樣可用。而在2026大家最關心的 AI 功能上，我來簡單統整一下。X300 F1 同樣支援了 Google 統一分發的 Gemini 語音助理 Gemini Live， 也有 Circle to Search 圈定即搜。除此之外 ，vivo 也提供了包括相簿裡面的 AI 消除、AI 超高解析度、AI 擴圖、AI 調色。那也支援了 AI 文字創作、AI 字幕，還有結合智慧鏡頭的 AI 螢幕翻譯等等，並且同樣支援 AI 通話摘要以及 AI 通話翻譯。那最重要的是 ，X300 F1 同樣可以做到自動通話錄音的功能。那還有一個加分項，就是 vivo 保證了將會提供 X300 F1 總共5年的系統版本更新，以及7年的安全性更新，這點同樣樂觀其成。最後我們看到贏魚了，這次 vivo 在 X300 F1 上同樣採用了一塊合手取向的 6.3 英寸 Full HD Plus 120Hz AMOLED 的螢幕，並且支援2160Hz 高頻 PWM 調光。在系統內，則可以進一步找到抗疲勞亮度調整
以及全麥寬屏變調光這些進階護眼選項。那我們也不廢話，直接來實測表現。經過我們實測 ，X300F1 可以做到1900尼特左右的強光純白亮度，達到主流旗艦水準。並且經過我們實測 ，X300F1 的確可以做到2160赫茲的高頻 PWM 調光。而在色域色準上，這次 X300F1 同樣提供了自然、專業、豔麗3檔選擇。那所有模式我們都測了，講重點就好。那經過我們實測，如果你想要的是準確的熒幕表現，那就是直接選擇專業模式即可。在這個模式之下 ，X300F1 可以做到 99.28% 的 sRGB 色域覆蓋，成功做到色域限縮。而如果是看色準的話，我們首先來看 CET Delta-E。X300F1 的 CET Delta-E 可以做到 1.89， 達到小於2的準確表現。而在更嚴苛的 sRGB 平均色彩 Delta-E 指標上 ，X300F1 更是進一步做到了 0.73。那這個數字只要小於2就已經是很準，小於1就是頂級表現的意思。所以 0.73 完全給過，最大 Delta-E 則是 2.54。所以整體來說，這塊螢幕夠亮夠準，該有的護眼硬體也有支援。不過可惜的是，因為系統限制的關係，我們並無法進一步實測 P3 色準。好，接下來的時間，我們也提供一些日夜拍樣張給大家參考。最後在音效上 ，X300F1 同樣採用了雙喇叭配置，這邊也提供一組實測給大家參考。
好啦，本期節目就先到這裡。這集我們也在有限時間內盡可能把重點都測完了。如果還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底下留言。最後，節目最後不易，歡迎透過加入頻道會員或者超級感謝按鈕的方式，直接贊助我們，完成更多有參考價值的實測節目。謝謝你們，我是驢子，那我們就下期節目再見啦。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不要忘記訂閱邦尼，並且打開小鈴鐺，及時收到我們最新的評測通知。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們。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別忘了底下留言。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嘍。